赛斯告诉约瑟安全宇宙的概念，并指出他们夫妻俩在这一个信念上是如何交叠并共同创造的。而如果人们能够更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医院里或许就不会挤满了这么多可怜的患者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北加州赛斯人的洪慧。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私人课里面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在私人课第3册里面，1975年9月20号。在这一天晚上将近午夜之前，约瑟告诉鲁伯，自己一整个星期以来心情都不太好，而且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溃疡。于是他试着用灵摆与自己对话，灵摆告诉他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约瑟觉得自己应该要多花点时间在整理未知的事项一书的书稿，而不是把这些时间都用来画画。而且写书可以赚钱，但是画画却不会带来收入。即使如此，约瑟依然觉得无法振作起来。出乎意料的，鲁伯在听完了以后，建议他们来举行一节赛斯课。为什么约瑟会感到惊讶呢？因为鲁伯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固定的上赛斯课了，约瑟还为此感到有些忧虑，害怕鲁伯会因此而错过些什么。但是惊讶之余，约瑟想着，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再消沉下去了。听完赛斯的说明，约瑟更加相信了灵摆传达给他的信息，也不禁想着，如果自己没有面对这个问题，也许最后真的会得到溃疡也说不定。而如果人们能够更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医院里或许就不会挤满了这么多可怜的患者了。赛斯告诉约瑟安全宇宙的概念，并指出他们夫妻俩在这一个信念上是如何交叠并共同创造的。你住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当你在情感上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需要与自己的其他面向或者世界对抗了。你不只创造你个人的实相，在婚姻关系中，你们也创造了彼此共同的实相。你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你依然觉得沮丧。你最近的担忧是因为鲁伯的状况出现了持续进步的征兆。对鲁伯来说，某种程度他的症状是为了对抗一个不安全的世界。虽然这是他个人的实相建构，但你也从中受益了。在这个情况中，一切至少有着双重的目的。这道信念之墙已经开始崩塌了，它不再如此坚实。在所有的共同实相当中，所有的目的都交织并融合在一起。你不会娶到一个有着鲁伯这样身体状况的妻子，如果这一切与你自己的私人理由与目的有所出入。当然，这个状况主要还是应鲁伯为主而生的。在你们的社会中，金钱是一项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你必须真正的接纳你确实住在一个安全的宇宙这样的概念。在这样的安全宇宙中，你完全可以尽全力去发挥你的绘画才能，而不用担心会因此而削弱了你赚钱的战斗力。创造力存在时间之外，然而社会却给你们一个关于时间的投资报酬概念，也就是付出多少时间，就要得到多少报酬。于是你觉得时间就是金钱。但我现在要告诉你，时间不只跟金钱没什么关系，跟创造力的本质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你能完全理解你住在安全的宇宙里，你就不再需要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概念了。你和鲁伯都相信，花费多少时间，就一定要产生一样多的创意或创意商品。这一点上，你比鲁伯更严重。把时间跟创意画上等号这个概念呢，会妨碍你的创造力。你的画作与钟表时间无关，唯一有关系的只有挥动笔刷这个动作。不仅如此，来自你灵魂中的创意源泉，只要与你对话3分钟，就会给你一辈子源源不绝的灵感。只要你不再执着于要创意时钟配合物质时钟而同步发生。你和鲁伯都筑起了你们的防卫机制，
因为你们都不相信这是个可以安心创作的宇宙。鲁伯应对的方法就是整天都坐在书桌前工作，而你则是默认了这个想法。你们需要彼此帮助来改变这个信念。不安全的宇宙有2个面向，一个是你们必须减少干扰，以避免分心；另一个则是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必须要靠艺术作品来赚钱，不然就无法生活下去。只要你们持续相信创意时钟等于物质时钟，这个两难之局就会持续下去。你们现在正处于转念期，在这个过程里，你们正在发挥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比你们想的更加举足轻重，是你们为自己设下了这个挑战，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必定可以打破旧信念的藩篱。在这一节中，赛斯指出了约瑟的心情和心情底下交缠的许多信念。现在让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旧信念1，时间就是金钱。旧信念2，在你们的社会中，金钱就是保护你们自己的武器。而赛斯给出化解的方法，就是完全信任自己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里，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安心的全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用去担心生存的问题。安全的宇宙这个观念是建立一切新信念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不再过分聚焦在应该做的事，而有空间接纳灵感与冲动，容许一个不同的自己诞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而能够进一步的享受时间，而非只是利用时间。这也是《神奇之道》一书中赛斯要我们颠覆时间概念的重要反转。另外，赛斯不只告诉我们创意跟线性的物质时间没有半毛钱关系，还告诉我们发挥创造力也不一定只有画画写作，在日常生活中打破旧有的限制信念，为自己嫁接新信念的桥梁，是更为重要的创造力发挥哦。最后，赛斯还给2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告诉他们最近这个生活的挑战乃是2个人的限制性信念相互呼应而共同创造的，但是同时也是他们为自己设下的挑战。为了打破旧有的信念，而且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所以才会为自己设下这个挑战。这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题而感到困扰不已，也可以告诉自己，这是我们为自己设下的生命挑战，就像游戏通关打怪升级一样，是为了让我们长出新能力。而且重点是，我们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闯关成功，所以才会设下这个挑战给自己玩哦。好啦，那今天的私人课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